洪默和马季一起参加了百万大赢家，他们只要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，就能赢得终极大奖，从此改变人生，走向巅峰。这个问题非常贴近生活，又离得很遥远。沙发会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两口子万万没想到，辛普森一家玩了10几年沙发梗，最后居然栽在和沙发有关的问题上。两人在最后10几秒里疯狂猜句子，什么你坐我身上了，我需要一个沙发套，我的缝里有遥控器。最后关头，马季突然醒悟，沙发最可能会说的话是：从1989年开始，你们就没换过新的了。恭喜2位幸运选手，答对了。是的，1989年正是辛普森一家第1季上映的时间，转眼间这个老沙发已经陪伴这部国民级经典动漫走过了35年光景，赢过了100万大奖。辛普森一家还是住在老房子里，一切吃穿住行照旧，但小小犒了一下自己的大脑还是可以的。于是两口子决定晚上出去吃一顿大餐，喝点小酒，跳点小舞。罗曼蒂克一下下，可家里3个闹腾的孩子咋办呢？不可能也带进985厅里，只能请人托管了。之前也说过了，由于小恶魔8仔太能折腾，辛普森一家已经上了育儿中心的黑名单。正宗的保姆他们请得起，但别人不肯来，两口子没有办法，只好找野路子保姆肖娜。看着这位抽烟喝酒烫头样样沾，打耳钉舌钉打得浑身是洞的不良女，两口子总觉得心里七上八下。为了孩子们的心理健康着想，马季很想换一个保姆，可肖娜已经是他们能找到的唯一一个了。约会可以取消或者延期，但强制性毒品教育晚会不行。红墨一听不能吃喝玩乐，就想上床直接睡，马季只能豁出去了。与其相信老莫在家睡觉能带好孩子，不如今晚就暂时相信一下肖娜。马季用事实证明他看人眼光真不行，老爱信错人。他人还没离开屋子，跟肖娜鬼混的小流氓就翻窗溜进家里偷酒喝了。孩子们望着这对小情侣，毫无顾忌的又亲又抱，没羞没臊。八仔眼睛都看直了，曼奇一脸懵逼，丽莎满心绝望。不要看人啃人，他要上网刷猫片。家里的老黑猫雪球20表示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就不能细细我吗？红妹一来到毒品酒精知识讲座门口，就感觉浑身每个细胞都在抗拒进去听人说教。他埋怨说，我们去年不是已经学了所有新型毒品的知识吗？斯普拉克、泽普、波佐和冰棒，今年又出新款了。咱们这儿的毒贩子工作真努力呀，一年出好几种新款，比 Overwatch 新英雄出的还勤。马季对孩子们的教育大事可是从不打马虎眼，他火眼金睛一瞧，就看出红墨想通过裤子口袋偷偷看橄榄球比赛，立即警告他，快把对橄榄球的专注分一点点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吧。校监和西姆校长在台上向各位家长介绍波佐和冰棒的结合产物，浓缩版冰棒波佐毒性之大，多瞧一眼就要上瘾，1针下去3魂上天，2针下去7魄下地，3针下去早登极乐。为了让家长们亲眼见证新型毒品的危害，校监诚挚地邀请西姆校长以身作则，吸一大口给大伙儿瞧瞧。参加完晚会后，红墨和马季提前离场，结果撞见了一场婚姻博览会，春田镇婚博会，携手人生从欠债开始。红墨本来只想尽快回家睡觉，但一瞧这展会提供的蛋糕都叠成7宝琉璃塔，食欲一刺激，立即开始分泌多巴胺。睡觉睡个屁，他要爽吃通宵。人们惊呼，快跑啊，貔貅来了。马季觉得婚博会这个点子非常酷，就像一口气参加了上千场婚宴，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罗曼蒂克？再撺掇老公一起偷偷溜进去，找找年轻时的刺激。婚博会上琳琅满目，什么屏蔽式眼耳机、白金镶钻典藏版婚前协议，超越海泡时的最不谄媚伴娘群。在这种丑陋伴娘群的衬托下，新娘真越发娇媚可人。可怜的摩西被头上不长脚的恶魔校监拉去灌了10几种毒品，到处嚷嚷着他就是上帝，应该由他来主持婚礼。与此同时，小情侣拉着孩子们看血腥暴力的电影，吓得丽莎和麦琪不敢睁眼。八仔对这些血腥镜头不敏感，只顾盯着小情侣 kiss， 眼皮子都没眨一下。丽莎强行拉走八仔，这栋房子他们实在待不下去了，于是3个可怜儿离家出走，在街上游荡。厄利内德见状，邀请孩子们到他家喝热可可。内德虽然是个好人，但他实在太无聊了，孩子们如坐针毡，只盼望爸妈早点回家。红墨和马吉在婚博会上流连忘返，乐不思蜀，只需要谎称他们是婚介公司的员工，就能免费试用各种婚礼用品，比如能自动输出酒词的 AI 麦克风，避免了遇到不会说话的尬场伴郎。任何毒舌恶语和酒后风言都会被 AI 自动过滤成赞美。红墨是用 AI 麦克风被一个女白领误认成为某位受邀来发表演讲的博士，为了找乐子，红墨将错就错，上台胡说八道了一通，大喊婚姻最重要的定情之物是真爱呀。红墨夫妇玩到半夜，兴致越来越高涨，于是他们匆匆回家，准备进入正题时，却看到一帮不良少年在开轰趴，
红墨直接一声大吼，将他们轰出了房子。随后他们决定学电视剧里经常演的那样，抱着玛姬上楼梯。这一下可差点要了红墨的老命，他本就不是死壮，而是虚胖。玛姬也实在过了身轻如燕的年纪，结果就是老莫摔进了医院，玛姬摔断了一条腿，伤筋动骨100天，所以他至少要休养3个多月。红墨的腹壁有一块撕裂，导致一小节肠子跑了出来，也就是所谓的腹股沟疝。这下2口子都成了病号，孩子们只能靠亚伯接送，辛普森一家开始磕磕绊绊的养病阶段。红墨吃了医生开的药后，因为药物作用产生了幻觉，他看到自己的疝气成精了，教唆他没必要听玛姬的话，去参加什么康复训练班，只要躺平心放宽，疼痛就会不治而愈。玛姬上康复课非常努力，因为她必须恢复到能够照顾一个200磅重的丈夫的程度。红墨摸鱼没来上课，玛姬还帮老公开脱，表示她的工作压力太大了，实在抽不出时间。红墨表示对，我真的上班摸鱼睡觉好辛苦啊。玛姬痛定思痛，决定吃一堑长一智，以后再也不会让红墨把她拖下水了。她要独自一人去学冲浪，从家庭主妇变成一个运动型酷妈。健身教练非常支持玛姬，天天陪着她贴身训练，时不时露出自己的8块腹肌，跳一跳胸大机智舞，暗搓搓的勾引玛姬。红墨还不知道自己的头顶可能要一片绿油油喽。孩子家里也躺沙发看电视，爽吃冰淇淋。丽莎提醒老爸，妈妈在练风筝冲浪哦。红墨不为所动，他现在有幻觉中的疝气小人陪伴，哪怕一个人出来玩也能聊起来，还聊得很欢。意大利厨子觉得自己要疯了，平时黑手党欺负他也就算了，怎么其他客人不是红墨这种自言自语的神经病，就是猫女士这种和猫一起上桌吃饭的家伙。还有拉尔夫，他在龙虾水缸里收买自己，不聋仰天长叹，上帝呀，就不能给我一个正常的客人吗？疝气小人一心想搞死红墨，教唆他拼命吃意大利面，今天吃出一个肝硬化，明天吃出一个高血压，这样小人越来越多。红墨还觉得自己活得很热闹。玛姬邀请红墨去海边野餐，红墨只想躺，疝气小人也教唆他躺平到底。玛姬苦劝老公良久，红墨甚至连动都懒得动一下。玛姬学冲浪认识了一帮新朋友，本来还打算向朋友们介绍老公，不料红墨如此不给面子，玛姬很生气。转天玛姬有事外出，想拜托红墨照顾孩子，红墨又搬出他的疝气来为偷懒找借口，玛姬更生气了，只好请姐姐们来帮忙。2位姨妈对照顾孩子不感兴趣，倒是很愿意戏弄红墨。红墨越来越懒，懒得早就习以为常的玛姬现在都开始受不了了，夫妻感情迅速疏远冷淡。丽莎看在眼里，戳在心里，她只认识小混混那一对小情侣，于是被迫去找肖娜求教，要怎样修复爸妈的感情呢？肖娜说，其实办法很简单啦，你想办法让爸妈找到都感兴趣的事，共同兴趣，懂不懂？抛开亲情、爱情和友情的区别，人和人最简单朴素的关系就是能不能玩到一块儿去。丽莎恍然大悟，老妈最近迷上了风筝冲浪，她想办法让老爸也去冲浪不就行了吗？如何让老爸战胜懒惰呢？其实很简单，红墨一直受到疝气小人的教唆，让麦琪把这家伙揪出来打跑就行了。疝气小人都惊了，我是幻觉啊，小妹妹，你还是正常人不是？奶嘴神教，不死鹰教主，跟你开玩笑呢。红墨去了海滨，看到玛姬冲浪的英姿，觉得自己天天在家躺尸实在太蠢了。疝气小人还想垂死挣扎，被麦琪一沙铲打倒。红墨穿上装备去追玛姬，然后夫妻俩一头撞上沙滩，挂在了发电风车上。玛姬心里苦啊，不带红墨玩，觉得夫妻关系疏远；带红墨玩吧，果然又被拉进沟里了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这里是草泥影院，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，我是冰，我们再见。